原来锡箔纸还有这么多的妙用，在日常生活中真是太实用了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说到锡纸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用来做烧烤、烘焙。其实锡纸除了这两个常用的用处之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妙用。今天让您重新认识锡纸。从字面上理解锡纸，很多人认为锡纸的金属成分是锡，这种理解呢是错误的。因为锡纸刚出来的时候，金属成分确实是锡，但是因为锡熔点低有味道，不适合用于加热。后来发现铝的熔点很高，而且呢没有味道，就用铝来替代锡，是人们习惯性的还叫做锡纸。那么这个铝箔纸在生活中究竟还有什么用途呢？我们来一一解答。妙用一，生姜大家都很熟悉，作为调味料用不了多少，但又缺之不可，所以大家都会习惯性的一次买1-2斤放家中常备。可经常因为保存不当就长芽了，姜呢还容易腐烂。那么我们就可以用锡纸把生姜按照形状贴合包裹好，包好后放在阳台等阴凉处保存。锡纸把空气隔绝，生姜吸收不了水分，也隔绝了阳光，可以防止生姜腐烂发芽。这种方法也是比较简易的，大家可以尝试。像葱蒜放久了容易长霉发芽，我们都可以用锡纸把它们包裹住，放在阴凉通风处。这样的葱姜蒜起码可以保鲜1个月，且锡箔纸可反复利用哦。妙用2，众所周知，家中使用的一些电器或者是家居小物是需要电池的，就比如孩子的电动玩具，但是电池用久了便会没电，所以经常需要更换电池。有时候电池不小心买小了，或是再去退换太费时间，扔掉又太可惜，让人很是烦恼。其实不用担心，我们只需要把铝箔纸塞进去，电池小了也同样适用。我们就把铝箔纸像这样叠起来，将其捏成电池头大小的一小团，然后把它塞进电池座里边，再把电池放进去。有了铝箔纸的加固，电池在座中放着的稳稳当当，不会带出来。这会儿打开开关试试，感应灯亮了，再试试能否使用。好了，用遥控能带动起来了，说明电池可以正常工作啦，孩子可以正常玩耍了。简单实用，再也不怕电池买小了。像家里的遥控器啊，一些小型的电器啊，急用时都可以使用这个方法。把铝箔纸揉成一小团，塞在电池与垫片之间，就可以将小号电池变成大号电池，家里的电器玩具都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妙用3，平常如果我们需要将一些液体倒入瓶口小的容器中时，就需要使用上一个漏斗了。但如果家里没有漏斗的话，溶液呢就很容易洒出来。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上锡箔纸，只需要准备一大块的锡箔纸，然后把它围成一个三角状，接着将其裹起来。我们用剪刀在三角形的底部呢剪上一个洞，接下来再把它放在容器的瓶口上，这样呢就可以把它充当一个临时的漏斗使用了。这个用锡箔纸改造成的漏斗适合所有的容器，因为锡箔纸的弹性比较好，所以根据自己的需求，可以将它折成漏斗的任意形状。用完后，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扔掉，连清洗都省了，或者我们可以晾干，再做其他用途都行，非常的方便好用。妙用4，众所周知，中国呢是一个香烟消耗大国，但是很多人只知道抽烟，却不知道里面的锡纸呢还有大用途哦。这层锡纸呢可以防止烟受潮而发霉，可以很好的保护香烟，还可以防止烟的味道散发出去，使衣服或食物等沾上烟味。利用好了，比香烟还值钱。这里悄悄告诉你一个日常使用技巧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经常需要打火机来点火。如果出门时打火机没气了，或者忘记携带了，我们就可以用香烟盒中的锡纸来点火了。
听起来很神奇，对不对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我们准备一小条的锡箔纸，将其撕成或剪成两头稍宽、中间稍细的形状。然后我们找来一些小型电器上都有的电池，然后把锡箔纸分别固定在电池的正负两极，锡箔纸中间呢就会被点燃。这其实就是一种短路的现象。当发生短路之后，会迅速产生大量的热量，然后呢就会燃烧了。像平时如果我们去野外的话，如果忘了带打火机，就可以找找身边的各种电器，只需要一节电池和一些锡箔纸，这样要是遇到特殊的情况，我们就可以用电池来点火啦。妙用5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经常都会使用到剪刀。如果剪刀使用时间一长的话，就可能会出现刀刃生锈和变钝的问题，这时候就让人很是烦恼了。毕竟刀刃生锈了之后，在剪东西的时候就会出现不顺畅的感觉。有人说剪刀刀刃生锈了，直接打磨一下不就行了吗？可对于那些手边并没有任何磨刀石的人来说，想要磨刀呢并不是那么容易的。其实我们就可以用锡箔纸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们就把锡纸折叠2次，将锡箔纸覆盖在剪刀刀刃上面来回摩擦。经过多番摩擦之后，剪刀的刀刃就会变得越来越锋利。这种锡箔纸本身就具有较好的打磨效果。如果摩擦几次，感觉剪刀还是有点钝的话，就可以多换几张锡箔纸，直至打磨到自己想要的效果为止。用它在剪刀表面摩擦，还可以顺便将上面的锈迹、污渍都处理干净了，一举两得。我们再来请物品试一下，可以发现我们的剪刀又恢复了原来的锋利和好用。这个打磨剪刀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实用，要是你家的剪刀也变钝了，不妨试试这个方法。妙用6，有时候我们买回来的零食不能一次性吃完，或者是家里的一些调味品打开很难再次封口，很多人都会选择随手一放，但是这样放置的话，会进去很多的灰尘以及一些小虫子。今天我教大家如何封口的方法。准备一张锡纸，和开口一样的宽度，用锡纸把开口包裹起来。然后呢，再用熨烫机或者是家里有卷发棒的，给它熨烫一下。这样一个简单的封口神器就完成啦。锡纸只有薄薄的一层，厚度呢通常不超过 0.2 毫米，导热、耐高温性能却很强，用它来包裹食物包装，不仅受热快，还能防止烤焦。妙用7，家里的 LED 灯不亮了，您是不是直接扔掉了？那就太可惜了。其实我们可以利用锡纸来修复 LED 灯泡，或许您会觉得匪夷所思，但实践证明，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需要先把这个灯罩去掉，直接拔呢是拔不动的，它的这一圈呢是用胶水粘在一起的。我们先这样用手捏一捏，捏一圈，让边缘稍微松动，让里面的胶水脱落，这样呢就能够轻松打开了。现在可以看到上面呢有很多的小灯珠，灯泡的瓦数越大，里面的小灯珠就越多，灯泡呢也就越亮。当这个灯泡不亮的时候，一般是里面的灯珠烧坏了。重点是，它一般只会坏掉一个小灯珠，其他的很多小灯珠其实都是好的。而这些小灯珠呢都是串联在一起的，所以只要其中一个坏了，那么这整条的线路都不通电，所有的灯珠都不会亮。所以现在我们只需要找到这个坏的灯珠并修复就行。坏的灯珠有时候会变黑，这样就很容易找到。那如果是全都是一样的，就要一个一个的去测试。我们找到目标后，用刀把上面刮一刮，清理干净。取来锡箔纸，剪下来一点点，修剪成一小块，不用太多。放在坏的灯珠的位置。再用一块胶带固定起来，可以用指甲刮一刮，使它贴合的更好，这样导电效果会更好。
通电试一下，是不是很容易呢？又能省下买灯泡的钱，特别是瓦数大的灯泡要几十块钱，还有汽车的 LED 大灯，有的可能要上千块钱。通过这个思路，大家可以试着修一下，一次能省下不少钱。好了，今天的方法到这里就分享结束了。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分享，记得给我点赞和转发哦。有不同的要求，也可以在评论区多多留言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不要忘了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，我是瑶瑶，再见。